一觉醒来，俄乌局势大变化，俄军要从赫尔松撤退了。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原来是打算从赫尔松部分地区撤出部队，转移到第聂伯河东岸地带。俄军这又是玩的什么套路？是认怂还是要背水一战呢？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关于俄军撤出赫尔松部分地区的事情。俄军这次撤退太不寻常了，赫尔松地区的俄军是不是也打算要背水一战了？战争历经8个多月，赫尔松这个名字已经无数次出现在火力军的影片里了。没办法，这地方太重要了，这是俄军在3月份占领的唯一乌克兰区域中心。在入侵行动1周后，俄军便进入了市中心，也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唯一被俄罗斯完整控制的乌克兰主要城市。至于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横跨第聂伯河一座大坝的一侧，控制着克里米亚地区的灌溉水源，对于俄乌来说战略意义非常大。但近期赫尔松地区的局势迅速激化，当地政府甚至已经做好了最艰难的决定。此前莫斯科就发出命令，要求赫尔松地区的平民尽快从该地区撤离。截至本月8号，当地居民已经从第聂伯河西岸集中转移至东岸。俄罗斯也说转移非强制性，但当地居民可不敢继续留在这儿，万一成为战场炮灰，找谁说理去啊？就在同一天，乌克兰防长也表示，俄军可能要从赫尔松地区撤退了。事情果然不出所料，9号当天，俄罗斯防长谢尔盖·绍伊古便宣布撤出乌克兰城市赫尔松，从第聂伯河西岸撤至东岸，因为俄军已经不可能保持赫尔松市的供应了。绍伊古的撤退命令也是在俄军指挥官谢尔盖的建议之后做出的。根据谢尔盖的说法，从河西岸撤至东岸可以挽救士兵的生命。这一举动也得到了卡德罗夫的支持，但这个举动也标志着俄罗斯自发动入侵战争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撤退，同时也意味着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巨大打击。那时候整个尼古拉耶夫地区都将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，而目前俄军能控制该地区的领土只有区4%。另外，在绍伊古宣布撤退命令以后，俄军还炸毁了第聂伯河上的桥梁，这代表了俄罗斯军队试图为撤退做准备，并减缓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西岸地区的推进。1个月之前，俄罗斯刚刚签署了一项吞并赫尔松与其他所占有领土的命令。然而，仅仅过去2周，俄罗斯任命的赫尔松当局便宣布撤离当地居民。如今，赫尔松市主要行政大楼顶部甚至不再悬挂俄罗斯国旗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次俄军真的有点像夹尾巴逃了，甚至远超哈尔科夫大撤退时的不堪。美国防长奥斯汀也表示，这完全是为乌克兰夺回赫尔松提供了条件，而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对反攻最为乐观的推测。看到俄军如此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猜测，自然有人觉得这可能是赫尔松在复刻哈尔科夫大溃败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早在乌军从南线转入反攻之后，已经沿着第聂伯河将俄军压缩到了赫尔松市的郊区，俄军的撤退从那时便已经埋下了伏笔。不过面对俄军撤退命令，火力军却觉得这是俄军在做第聂伯河背水一战的准备。乌克兰那边同样是满脸疑惑，完全不相信俄军会选择主动撤退，甚至还认为这是俄军为反攻的乌克兰设下陷阱。俄军宣称从赫尔松撤退可能是一种诱敌深入拒歼乌军的诈术，不一定是真正的撤退。而且根据乌克兰的调查，赫尔松市还有许多俄罗斯军事人员，主要位于城市的一些废弃工厂及周边。那里没有当地居民，没有通信，隐藏行踪非常容易。同时，在距离赫尔松20公里的地方，俄军还构筑了防御工事，有可能就是在等待乌军上当，然后来一个突然袭击。俄军使用诈术也不是第一次了。2月中旬的时候，俄军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回原来的驻防地区，俄罗斯电视台还大肆播放他们撤军的行动，但实际上就是在演戏，让乌克兰与全世界都放松警惕。乌军4月份筹备反攻赫尔松，8月份开始反攻行动，这是乌克兰集结大规模军事力量后的行动。从实际来看，乌军大反攻确实战果不错，因为当时乌克兰重新控制了赫尔松地区。这就是说，集结军事力量就意味着会有比较大的军事行动，
而俄军选择从赫尔松部分地区撤离，也是俄罗斯增兵赫尔松的背景下，这当然会让各方非常疑惑。不过最近乌军反攻势头非常猛，一直在赫尔松一线发动攻势，并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赫尔松地区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。这座大桥连接了第聂伯河两岸，而在乌军精确打击之下，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已经无法运行。即便俄罗斯已经增兵，但支撑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俄罗斯已经无法及时补给第聂伯河西岸军事力量，以至于俄军非常被动。再加上现在乌军距离赫尔松市仅有10公里左右，再打下去，俄军可能就真的是溃败了。现在选择有序撤离，可比最后仓皇而逃要好得多，因为有序撤离可以确保俄军保存实力，而仓皇撤退到河流东岸过程中绝对要受到乌军炮火打击。想想当初的哈尔科夫大溃逃，俄军可是直接丢下了车臣精锐，而且俄军在准备撤出赫尔松部分地区之前，已经将当地居民进行了撤离，显然是早有准备的。这是俄军一个计划中的军事行动。本来在火力军的猜测中，俄军可能会在赫尔松市与乌军决战，因为前段时间西方国家一直加紧为乌军提供重型装备，乌军肯定会选择发动大规模进攻。但目前看来，俄军更想在第聂伯河东岸背水一战。几个月以来，俄军在赫尔松地区一直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，前期补给不足，装备弹药长期跟不上，这也让驻守在河流西岸的俄军精锐痛苦不堪。如果选择继续死守，就必须要跨河补给，但在乌军不断的炮火袭击下，俄军补给线已经脆弱不堪。若是不做出变通，俄军精锐肯定会全部葬送在河流西岸，而撤到东岸的确是俄罗斯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，这就是对前段时间错误战略付出的代价，同时也是处于保存实力的考虑。在俄军宣布撤出之后，卡德罗夫也表示完全支持这个决定，因为可以挽救更多士兵的生命。另外，俄军从第聂伯河西岸撤离，也可以利用第聂伯河作为防线，让乌克兰军队无法推进。毕竟在装备上，俄军还是有些优势的，同时也可以利用火箭炮覆盖继续推进的乌克兰军队，到那时候陷入被动的反而会是乌克兰。所以俄军这个动作也是计划好的，依靠河流建立防御屏障。另外，俄军还有可能在白俄罗斯一线发动攻势。俄军动员30万人，显然不是为了从赫尔松撤离，而这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在乌克兰的入侵行动。俄罗斯早就在白俄罗斯部署了军事力量，另外还有米格 31K 的部署，这架战机可是能够搭载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的。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一场消耗战，消耗乌克兰军事力量的战争。从10月初开始，俄军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空袭行动，目标就是乌克兰的基础设施。乌克兰电力系统和通讯设施已经遭到了大规模冲击，就连基辅也处于频繁停电的状态中。俄军通过空袭行动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同时，也在消耗乌克兰的军事力量。火箭炮、自杀式无人机这类的装备一直在打击乌克兰军队。依照乌克兰的人口与兵力，显然是耗不起的，目前还需要通过雇佣兵来补充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人数。不过在赫尔松地区，乌军还是保持着兵力规模的优势。目前乌克兰已经启动了第6轮动员，希望可以拼凑出一支100万大军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不仅搜罗国内年轻劳动力，还向立陶宛和波兰等邻近国家发出求助信。由乌克兰部队和北约雇佣军组成的武装力量正在各条战线上活跃着，他们的集中出现对俄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但是俄罗斯在征召30万兵力之后还没有发力，这一点也让乌克兰感到担忧。而现在俄军出乎意料的撤退反而会让乌克兰脊背发凉。对于撤退原因的解释，俄军前线总司令只说了一句，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。其次，俄军选择撤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保住东岸的几个战略物资供给点，那里将直接影响到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淡水和物资提供。比如卡霍夫卡水电大坝，这个大坝位于乌克兰南部，在赫尔松上游堵住了第聂伯河的河水，在俄罗斯发动入侵行动初期就被占领了。
尤其是这座大坝可是为克里米亚提供水源。如今卡霍夫卡水电站距离前线仅有大概40公里，而现在乌军在赫尔松持续挺进，与俄军交火非常激烈。随着俄乌军队集结，赫尔松以及大决战的逼近，这座水坝的安危愈发令人担忧。如果俄军丢了这里，也就意味着克里米亚的水面被切断了。一旦乌克兰决定加大水库泄洪或对大坝实施攻击的话，河道西岸的俄军将面临被全面孤立的威胁，包括赫尔松在内的80个定居点也将被淹没，造成的损失甚至不亚于1颗原子弹。不过，俄军这次的撤退肯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的，尤其是乌军远程炮兵会持续轰炸赫尔松以及周边地区，这将对俄军前沿阵地和后勤补给线路造成威胁。但现在也没有办法克制海马斯火箭炮，除非俄军能够获得更多的无人机，而这就是需要继续向外界购买了，毕竟自家生产的无人机是指望不上的。当然，选择撤退也是有好处的，俄军可以收拢精锐部队，退到后方进行休整，而且沿着河道防御的难度肯定比在平原好得多，这样俄军也就不需要部署这么多的部队。相应的，俄军精锐轻装步兵也可以腾出手来，在其他地方发挥关键作用。随着动员部队的陆续抵达，俄军稳住前线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。如果乌军损失达到一定临界值，那么进攻优势就会减少了。现在看来，俄军在经历8、9月份惨败后，如果撤出第聂伯河右岸，在政治上就是一大损失。因此，在俄罗斯内部似乎一直有不同意见存在，政治考虑一直大于军事考虑，这也是俄军精锐坚守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主要原因。如今俄罗斯貌似理顺了一些问题，现在的双方都需要缓一口气。接下来这场战争可能会有2种走向，一个是陷入战略僵持，双方战线基本不变，开始打打谈谈，直到有一方有能力打破僵局，或者证明双方都无法打破僵局，而另一个就是西方国家的援助能够早点来到乌克兰。关键变量就是西方的援助力度与速度，最好的结果就是大量防空系统的到来，至少得美国把8套 NASA MS 系统，德国把4套 IRIS-T 系统运到并实战部署。如果再有英国、法国的紫苑防空系统，还有以色列的铁穹等，最后美国再来几套爱国者，那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就基本万无一失了。也就是说，俄乌战场真正的转折点会是这些防空系统到位的速度与数量。乌克兰只有拥有铁板一块的天空，就能有更多的兵力解放出来，同时也可以恢复生产、发展军工，制造各种武器来补充前线消耗，才能真正在战场上对俄军呈现压倒之势。而这一点就取决于西方国家了。目前谁也说不清这场战争还会出现哪些变数。万一俄罗斯因为矛盾爆发导致内部解体呢？你说是吧？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美好愿望而已。你们觉得俄军撤退是不是为了背水一战呢？赫尔松战场最终结果又会是谁赢呢？我倾向于乌克兰，你们呢？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